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要说中国人与外国人有什么不一样，除了基本的肤色与常用的语言等，在喝水这件事上差别也是很大。如果国外旅行或者是在内待过一段时间的人，相信就会有所体会了。他们经常的喝冰水，甚至在大冬天也不例外。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多喝热水是很多人从小就常听到的一句话，平时也是经常的喝热水。特别是对于处于月经期间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来说，更会多注意。在很多的外国人看来，我们的热水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身体不舒服似乎喝点热水就好了，特别是许多老人更会觉得喝热水养胃，而喝冰水则会伤胃，无论走到哪都会自带保温杯。但是很多外国人常年都是喝冰水，身体依旧健康，而很多国人常年喝热水，却惹来了胃病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热水真的养胃又养生，冰水真的伤身吗？到底该怎么喝才好？看完你就明白了。一、为什么许多外国人经常喝冰水，身体依旧好好的？如果说是习惯问题，可能会有的人会反驳，习惯是可以改的，如果它对健康不利，自然有必要要改。但对于老外来说，如果因为这样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，我想他们自然也是会改变的。之所以总喝，身体也没事，其实这和饮用水的安全性有一定的关系。以前传染病较多，而水源并不安全卫生，西方国家后来改善了这一问题，饮用水的标准严格了，从水龙头里面流出来的水就是可以直接喝的，所以即使是冰的，但它是安全卫生的，对健康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另外，外国人的饮食结构和习惯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喝水的方式，比如奶酪、黄油等的食物是他们常吃的，而热量相对较大，这可能跟他们喜欢喝冰水有关。若是喝热的，可能不如冰的舒服。二、冰水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害？人们觉得喝冰水有害，主要是温度的锅。其实不然，人体出厂时就自带一套非常精密的体温调节算法，只要不是大灾大难，系统就会尽可能的把体温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。比如冷了就打寒颤，热了就多冒汗，但这样讲都是比较抽象。于是国外有研究做过一项肥宅大胃王的实验，实验员让几名志愿者在10分钟内吃完1斤的冰淇淋，然后测量核心的温度。核心温度一般指口腔舌下，直肠温度正常值分别为 36.3 至 37.2 摄氏度， 36.5 至 37.7 摄氏度。但让人很惊讶的是，实验结果表明，志愿者的核心温度只下降了 0.8 摄氏度，体表温度更是没啥变化。有实验表明，当冰水抵达胃部，胃部的温度在1分钟内从 36.5 摄氏度大幅的跌落到21摄氏度，不过在5分钟后就恢复到30摄氏度左右。迅速调节温度的能力让你不论喝冰的还是吃热的，没几分钟温度就会接近体温一样。所以冰水的低温不管对身体还是对胃部都是小事一桩，一般不会造成什么伤害。3. 这5类人最好别喝冰水。1. 淤血体质的人。淤血体质就是血液运行不畅，其主要的症状是身体消瘦，脸色灰暗，容易出现瘀斑，易感觉到疼痛，而且伴有嘴唇暗淡或者是发紫，舌质有瘀斑，眼眶暗黑，易脱发和肌肤干燥。若吃冷饮会引起血液不畅，甚至加重淤血。2. 妊娠期和月经期的女性。妊娠期吃太多的冷饮会损伤脾胃的阳气，使得寒气内生，引起腹泻腹痛。胎儿在子宫内躁动不安，胎动会变得异常的频繁，甚至会出现流产。月经期不能碰寒凉的食物，因为月经血液遇寒会凝滞，使得血脉流通不顺畅，从而引起月经不调、痛经甚至闭经。3. 阳虚体质的人。
阳虚体质的人阳气不足，其主要的症状就是形体白胖、肌肉松软，容易出现手脚冰凉、舌头肥大、舌头边有齿痕，易出汗、大便溏薄，而且小便清长。阳气的主要功能是温顺人体，喝冷饮可损伤阳气，从而加重了阳虚症状。4. 剧烈运动完的人，在剧烈运动后，身体突然遭遇寒冷刺激，比如喝大量的冰水、吹空调、冲冷水澡的，令血管反射性的收缩，升高血压。为了维持机体的运行，心脏被迫大幅的提高耗氧量，会提高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。5. 冠状动脉硬化者被寒冷刺激后，兴奋的交感神经会加快心率，升高血压，使得硬化的动脉丧失收缩能力，可能造成急性心肌梗塞。3. 经常喝热水能养生吗？正确且合理饮用的前提下，对于很多国人来说，其实是有利于养生的。比如晨起后喝1小杯的温水，既可以缓解口渴，还可以加快代谢。对于排便不畅的人而言，经常在这个时间段喝点，或也有助于改善。特别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早上喝点水更好。不过喝热水也有讲究，以下2个细节提醒大家要注意，若喝错了反而容易伤身。第一，不宜喝太烫。同样一杯相同温度的水，有的人喝感觉不烫，有的人却觉得烫。前者可能经常有这个习惯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，1次2次无大碍。但是若每天都喝超过65摄氏度的热水，久而久之对黏膜容易造成很大的刺激。即使你已经耐受，觉得不太烫，但是黏膜可能在承受着压力。第二，不宜用过热的水来吃药。许多慢性病人群都需要长期的服用药物，不少人就会用热水来送服，但建议大家用温的。若温度过高，总是用6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，可能会使药的性质发生变化。5. 为啥很多国人经常喝热水，但是胃病却高发？其实这就和上面的第一个点有一定的关系，喝得太烫了。除此之外，很多人有胃病，其实不都是喝烫水喝出来的，而是跟下面3点原因有关。1. 情绪不外放，性格相对内敛。胃癌发病率最高的地方是韩国、日本和我国。要论胃病高发的原因，很多人言必称东亚饮食重口味，但是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因素。单论饮食习惯，东亚的饮食习惯还是比较好的，饮食清淡，3餐规律，食材重天然。胃病高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不能忽视，就是情绪。情绪会引起胃肠道的反应，紧张、焦虑、易怒、悲观、失望等的情绪会导致胃肠道出现相应的反应。多数人是不是一紧张就拉肚子、肚子疼？纵观东亚3国，有个很明显的共性，就是性格相对的内敛，而所谓的内卷的压力，则在东亚则展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。紧张、焦虑已经成为了普遍性的情绪，所以这可以算是比较主要的因素。这也提醒各位胃不好的患者，常年养胃但胃病不见好，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调整情绪和心态。2. 不重视胃病，忌讳就医。很多人其实经常出现胃痛、胃胀，但却没有当回事，觉得就是吃太多了，过一会就好了。对于胃病也经常是应付了事，随便的吃点止痛药。但不是所有的胃病都是小病，有的一开始不治疗，拖久了会逐渐的加重，甚至会增加胃部癌变的风险。我认为这也是我国胃癌发病率高的原因之一。3. 不注重饮食卫生，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。国人在家吃饭都是一家子坐在一起，炒几个菜大家一块吃，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感染细菌的几率，而它又具有传染性，对胃部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危险。这一点上，很多外国人则是一人一个盘子，自己吃自己的，可以降低感染几率。另外，现在的生活节奏快，很多人每天吃饭很不规律，久而久之，胃部也容易受到损伤，出现各种的病变。总而言之，外国人喜欢喝冰水，我们喜欢喝热水，并没有谁对谁错，只要身体无碍，喝不喝冰水主要取决于你的习惯。
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体质来决定喝热水或者是冰水，关键是看怎么样个喝法。我们需要重视的或许是养出好的饮食习惯，注意饮食卫生，积极的治疗胃病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